哦，真的在打了高雄在地閒聊，城市光廊20年興衰全揭秘，3大沒落真相加中央公園房價漲跌關鍵。先說結論哦，城市光，你有沒有去過？在中央公園啊，邊邊那邊啊，城市光廊哦，會消失的3個主要原因：第一，廠商經營不善；第二，設備老化跟維護不佳；第三，商圈轉移。但是當地的房地產表現哦，目前還是非常的強健哦，知道就知道在講新復發哪些案子嘛。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廚房的裝潢雷區，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討論城市光廊還在嗎？哦，這次我們來講城市光廊，你有去過嗎？還是你根本就沒有聽過？如果你沒有聽過的話，也很合理啊，因為這幾年連高雄人自己都不太去了。好，那我們先講一下它的地點。位置是在前金區，反正就是中央公園的邊邊。那旁邊是什麼？就新堀江商圈，真的它過那個斑馬線就到了。然後走向另一邊的話，就大利百貨。大利百貨就是樓上有那個海盜船的那個嘛，現在在整修嘛。然後還開了唐吉訶德嘛。就那個晚上它的那個熒幕燈啊，就是外面的那個燈光很炫啊，很炫炮的一個百貨公司。生意還好，生意不怎麼樣。然後我們來看城市光廊的照片，第一張，這個是入口處，你看地上的那個 City 會發光，這就當初的設計到處都會發光，看起來很潮這樣。然後第二張，你有看到一個藍色的光打出來嗎？然後透過燈光的擺設角度之類，讓它看起來很像一條藍色的長河，看起來是漂亮啦。然後我們來看第三張，這張看起來也是很厲害哦。就是中間的舞台有一圈藍色的光，然後一道道的黃光往樹上打，就很像科幻電影會出現的畫面。你不覺得城市光廊的設計，即使是放到現代，其實也沒有輸其他地方嗎？那怎麼大家都不去了？而且我剛才查了一下，就是那個 Blackpink 高雄的演唱會，不是全程都點粉紅色的燈嗎？然後很多民間企業都響應嗎？結果這個叫城市光廊呢？那燈那麼多的地方，它不在裡面。就這樣。也沒有找到人家在拍的照片，應該就是真的沒有參與這我不知道是技術上做不到，還是高雄市政府自己也忘記了反正就是不知道就是一個等於是廢掉的一個城市的景觀。好，那我們繼續講城市光廊的狀況。它是在2001年10月1號正式啟用的，當時市長是誰？是謝長廷先生然後結合9個在地的藝術家共同規劃設計。那它的構想緣起是，從2000年高雄燈會的一句口號"高雄亮起來"，然後把主題定調為一個藝術環境的燈光演出啦。看不太懂，正常，反正藝術家的想法就這樣，很深奧啦。總之就是這個燈光跟環境的交互啦。意思是說晚上才熱鬧不要說什麼晚上公園就不安全，然後大家都不去。例如說剛才看到把藍色燈光把它打成像河流的意象，還會動那在2002年入選大高雄建築原野獎優質都市景觀獎所以城市光廊在開幕初期還是個景點很多人會來，很多人特地晚上的時候來這裡幹嘛？散步喝咖啡、聽音樂約會等等的。但如果放到現在應該又要變成舉辦什麼文青市集之類，也很合理啊中央公園那城市光廊的出現對高雄來說是有重大意義的你看我畫線的地方，城市光廊帶動了一波光藝術的熱潮導致後來的愛河景觀與臨港區域的公共空間都因此改變，來加裝那個燈光的設計為了營造港市合一以及海洋首都的都市特色，高雄市政府就開始利用城市光廊的成功經驗以光水2大元素來創造一大堆就有開燈的這個都市地景也就是說你現在看到愛河會發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當初就參考了城市光廊成功的設計。如果沒有的話，不知道現在愛河會長什麼樣子再來也要知道為什麼城市光廊會衰敗那接下來我們來討論說為什麼這個看起來蠻厲害的城市光廊現在都沒有人在講了第一個原因經營不善就是城市光廊是採 BOT 的方式委外經營那之前承包廠商經營的露天咖啡座
都沒有賺錢啊，很快就出現入不敷出的狀況，這是真的哦。那個咖啡哦，前一陣子哦，我動不動會路過中央公園，因為常常沒開。再加上2008年遇到亞洲金融風暴，整個大環境變差，終於在2009年8月到9月間宣告熄燈停業。後續雖然有其他廠商陸續承包啦，但是都不見起色。第二點，設備老化跟維護不佳，這其實跟第一點有點關係，就是沒有賺錢嘛。那沒有賺錢就沒辦法認真維護嘛，花錢維護嘛。然後它又是戶外裝置藝術，時間久了生鏽啊、斑駁等等有的沒的，民眾經過的時候只會覺得說這是什麼東西啊，爛鐵架，看起來又髒又舊就變成這樣。第三點，商圈轉移。我們前面也有講城市光廊在新堀江旁邊而已那新堀江不好嘛，那就會連帶影響城市光廊經營的狀況。新堀江整個沒落啦也有拍過影片那本來之前去新堀江逛街的人還能夠，因為他不小心過個斑馬線就會到城市光廊結果現在新堀江人潮整個幾乎消失掉，那你現在誰會去城市光廊啊？就不會了啦，只有在地的，跟那個雄女雄女的同學他們要放學要搭捷運嘛，他們就是要走過中央公園其實也有點距離不過就這樣就走，然後路過城市光廊這邊最近都不用繞有的人還有 U-Bike 的話，他就用騎的，然後騎到捷運這樣沒有的話就慢慢走那就剩在地人甚至在地人也不算，就去城市光廊就是不小心路過就這樣那你說城市光廊後面會怎樣？沒有人知道。之前在高雄市政府在質詢的時候被問過這個問題，那公務局的回應是要找設計師重新再造這已經是2023的新聞了，現在沒有看到其他的消息，所以應該是就被放棄了吧。最後你要知道城市光廊附近房地產的表現那我們也來聊一下說城市光廊附近的房地產表現如何。那其實這個就是人家在打，一定是打中央公園生活圈中央公園的生活圈算是蠻強的它就是老區蛋黃老區生活機能早上那邊還有一個菜市場在那個很大間的內特旁邊。例如說它之前才被選為高雄最受歡迎的生活圈，因為那邊該有的都有。中央公園也很適合帶小孩去放電然後雄女比較近雄女就在附近而已，所以才会出現之前那個叫單價衝上6字頭的預售案嘛。那裡就畢竟是中央公園就是高雄傳統的蛋黃區啦那要醫院也有醫院，反正就是中央公園斜對面那邊這個市立大同生活機能很齊全也有百貨公司大立百貨，雖然新堀江自己是快不行了但是不可否認那邊還是個相當熱鬧的區域。然後那邊新案子很多光新復發就一堆了那還有其他就是對面的那個大停車場永信標走了，基本上還是相當看好這所謂的中央公園生活圈。那它離亞洲新灣區又近到時候亞灣的高薪上班族要買房子的時候，附近看一看，中央公園一定會被他們列入考慮的範圍，因為實在有夠近，我們直走就到了所以你如果在這邊置產的話，未來還是很值得期待的沒什麼問題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講了城市光廊的興衰歷程從他當初驚豔全高雄到現在乏人問津的原因，以及城市光廊當初以這個什麼創新燈光藝術結合環境設計，那帶起高雄市區燈光藝術的潮流，甚至影響到愛河周邊的都市景觀的設計。但後來就是經營不善，設備老舊，維護不佳，跟附近的新堀江商圈就沒落掉了最後就讓城市光廊就變得沒有人潮。我們也討論了中央公園生活圈的房地產表現中央公園擁有成熟的生活機能，再加上亞洲新灣區的威能，雖然城市光廊它本身的風光不再，但中央公園一帶的房地產前景依然建商都很看好然後銷售的話民眾也是很支持的。未來如果你有在這邊想要置產的話我個人認為是沒什麼問題，它就是傳統蛋黃區那中古屋也是很多中古屋也很貴，然後預售案的話也很多就這樣，等於是在房地產最冷的時候就開出了預售不是在那邊送全屋裝潢對那個銷售也是非常的好。那最後我想問你，如果你是政府你認為政府要怎麼救這個城市光廊？ A. 每周舉辦大型市集活動， B. 邀請獨立樂團開小型演唱會，反正那有場地嘛，你不用白不用。 C. 直接打造成兒童樂園。
哦，對哦，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我剛看那個 YouTube 後台啊，有74%的觀眾朋友都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啊，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哦。那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這樣我拍影片會比現在多很多的成就感。哦，按了嗎？哎，對，就是那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的那個訂閱，哎，對，按下去。哦，好哦，感謝你的訂閱，好人一生平安。那長期觀眾也都知道，想要置產高雄中古屋要找誰？哦，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就加這個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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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個 go。哎，跟我說好友已經超過7000人了。哦，那加了以後會一直 po 有潛力的房子，或是現在就已經被低估的房子。那想置產在台北也是有哦，就找101蕭店長哦，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也跟我說有超過2000人加入了哦，都不想加也沒關係，你還可以購買我的 YouTube 頻道會員來支持我。高雄房地產功課就給你抄哦。那會員影片是在比較深入的解讀高雄地區，你根本連功課要怎麼做你都不知道的哦，然後能夠拉抬附近中古屋房價的重大建設跟民間大型投資案啊。會員片現在我還拍了阿元看房系列影片嘛，就真實認真去看一間房子，然後都不開濾鏡的，哎，就跟你細細的分析說這間房子如果要買，那它置產的劇本是長什麼樣子，它潛力在哪裡，建設在哪裡。高雄真的很棒，置產機會一大堆。最後還是提醒一下，不要炒房。不要炒房哦，我們就合法長期置產，配合政府社會住宅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穩健的實現老了有房也有錢，這個目標才是正途。一起加油吧，在長期置產的路上，我就陪你一起往前走，走到70歲。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就城市光廊這個東西哦，以前有標給周杰倫過，你知道嗎？有一段時間，然後也沒有什麼用心經營啊，也是一個咖啡廳，然後一直放周杰倫的歌啊。我特別有印象是還擺了一台那個周杰倫那時候最意氣風發的時候，是不是有那個蝙蝠俠的蝙蝠車，對不對？有這個印象吧？那蝙蝠車擺在那裡呢，嘿，然後完全沒有人去維護它的樣子。蝙蝠車我就很帥啊，然後它的後面那個噴氣口不是很大嗎？你看進去裡面都還有蜂窩哦，蜜蜂都在裡面築巢了，就是真的沒有人管它哦。城市光廊一個衰敗的地方。好，先来個6下就行了。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城市光廊的公共廁所，你看一堆老人在那陪 K 機幫啊。那我就帶你看看城市光廊以前很下爬的地方，但是現在什麼都沒有。下次来。看他会不會吃，我已經丟了那麼準了。哦，3隻。哦，現在丟了。哎呦。
啊，想吃不到，舌頭就會伸出來。一樣。哦，真的耶。